看第一个啊，我们刚刚说了改图改到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设计这件事情啊。过来我们再看看这个，被改图之后，你就算是改一个厚度，你图也改得很无奈，因为事实上你的图有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有可能是你在改图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东西是要面对的，但你在面对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你能够去解决的。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逻辑跟观念就是说我们做设计的人，我们所拥有的成本不应该等于价值才对，我们的价值老实说应该要远远高过于那个成本嘛，对不对？所以从我们的认知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成本等于价值，我们要把成本不等于价值。也就是说，你的这一个设计师所拥有的知识、所拥有的经验、所拥有的所有用心的一切层面融合在一起，这个是你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让设计去融合你的成本。第一个，我们都必须要为客户做提案嘛。那提案的时候，你可能会准备一些很多想要说服你客户的内容，或者是想要让你的客户感觉到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有机会让你觉得我能力足够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内容的一个流程。那第二个，你就要准备跟他签约了嘛。那签约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担忧，或者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签约有什么东西要面对。那第三个，你就要做设计了嘛。有些人会说没有呢，就是我其实很早就在做设计了。我说我请教一下你都还没有很清楚他知道他干嘛，你设计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用，你未必知道。然后最后到施工。来，以上这4个点，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每一个点，每一个位阶，它其实都有个成本在里面。也就是说，这4个东西，每一个步骤，理论上来讲，你都用了你的生命成本。其实真正在我们设计师身上的最多的会是叫做设计成本这件事情。而这个设计成本呢，设计这2件事情，它所牵涉到的东西就是从头到尾的。而施工成本其实是屋主才看得到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所看得到的这个设计成本，是我们为客户进行所谓的专业服务跟专业沟通所存在的。而这个施工成本是屋主认定他家里应该要花多少费用的状态。所以说，假设这个房子的成本，屋主认为我只要拿500万出来，他往往都忘记了应该要拿至少50万的成本在设计这个上面。也就是说，你其实这2个成本都需要面对这成本其实你要去面对的话，你会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架构，你是要去理解这个事情的。可是这个事情呢，是不是真的你能够每个都算得那么清楚？其实老实说，真的到开业之后，你常常可能会遇到一个事情，就是你可能已经在解决更多的事情是在你的案源哪里来，或者你案源来之后你要怎么把它做好，而不单纯只是在解决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架构而已。你可以看到这边施工成本也会有蛮多东西是要去看待的。这施工成本呢，会有地板、墙面、天花板、柜体、门窗、设备、软装、家具，然后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漏掉了，就是维修跟收尾这个事情。那我们怎么样用 Rivet 去解决大家都遇到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去回馈一下这个事。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刚刚不是说人生难免都会被客户改图吗？你看如果你改图就是在优化设计，你每个案子做完之后，下个案子可以再利用，变成资料库，你就不会觉得那是浪费的一个过程嘛。过来，你改图之后改一个厚度，改得也很无奈，因为模型全都联动的你就像用真实模型切下去看，老实说各种图说都是有，你有什么好怕？再来看，你画完施工图之后，我画完设计图之后，施工图要重新来过，估价还要特别拆图，因为你本来画完就已经有公版排版了，所以你估价它应该是自动产出才对。提到估价了因为设计跟估价是有关的，你要记得那过来，你交由 3D 公司画图的效率是不够快的，所以你其实可以边画就边看透视，其实对你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过来就是我们图跟数量都对不起来嘛。你看你每个零件跟面积都在里面，老实说你一找就好了，重复还会提醒你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这个问题会不能解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好不好？这一段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油漆的这个事情，从天花板从墙壁从各个地方去做。你看这边的油漆的天花板，就知道它其实有平顶天花板，有复合天花板，然后有非常非常多你想要看到这个内容，族群面积、坪数，
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它的描述是什么，它成本是什么，总价是什么，它是看得到的，所以它并没有看不到，很清楚。然后过来你看，在讲它的墙面什么材料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地板、天花板、墙嘛？来，墙面什么材料的时候，你看墙面是什么材料，这边都有。来，直接看它什么漆用在什么地方，成本是多少，面积还加成，附加是多少，都看得到了。那当然不是要你画的1:1，老师说这都是有加成的嘛。要的是你能够预估你这个行为模式产生什么样的发展。好，所以你看天花板可以搞嘛，墙壁可以搞，油漆可以搞嘛，装饰板能不能做？装饰板也要做啊。你的那些北耐板1块可不便宜，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它1块多少钱，你知道？它的块数，每一个板用了多少块，大概会用多少价格，你要知道嘛。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分类，还有它的分区也很重要，要知道它多少的分区，然后它在用了多少的位置。那过来再看看这个地方啊，我们讲区域讲门窗啊，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门窗嘛？你用了几扇门也是需要知道的嘛，窗户跟门它要标示出来。所以你看我今天用了几扇门，类型是什么它的高度、宽度、数量、成本是多少，一清二楚。那再来窗户有没有？你看什么窗户的类型？尺寸、高度、宽度、窗台的高度、数量几个、总价、单价多少、总价多少，一清二楚。过来开关插座这件事情，你看它可以分类嘛？它可以分 Glatima 跟 Resina， 分出它的这一个数量跟成本。好，再来看灯的数量，灯具要不要算？灯具要算啊，要不要算它的流明量、照度、色温、瓦数，有没有？它是什么灯？成本多少？让它直接算出来，你何必自己算？好，来再来看一下我们常在讲的瓷砖哈。来瓷砖其实不好算嘛。来，你看瓷砖可以算出它的描述、它的细节，转换成坪数、加成变成块数，成本算出来，总价算出来。过来镜面玻璃这个事情也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材料。那玻璃这件事情，你看老实说，我们算玻璃也不算什么难事嘛，它就是一个墙体加上它的长度、高度、侧边。但重点是这2份事情老实说，光边这个事情，你的玻璃的成本，老实说加起来很恐怖哦。光边的费用可能比你玻璃的成本还来得高。柜体应该都是用台尺去算的，所以你看，不同空间、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备注说明、不同的成本，出现了这个结果，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发展。好，所以说你看，我们可以直接去拉出这个每一个空间的材料的坪数啊，然后它的一些周长面积、体积，就很好算哦。看一下这个内容，我们先知道这个事情哦。这边这个图其实是我们要去思考它怎么拿来用的。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给它一个只看开关插座的，这边做一个动作在这边，然后我们讲这个就是开关插座。好，我们先讲这个事情是我要看的，然后我就在这边将这里打开，然后我就只单纯去讲我要看到的东西，其他都先把它半隐藏起来哈。好，然后我只有选择我要的这几个，把它不要半色掉，并且我还把它表面的材料样式变成是个可以取代的，我把它亮显出来。好，你先看，有没有看到它出来了？那我还可以怎么样做？你看，我再把它变成是隐藏线。好，那你觉得哇这样子还不够清楚？不要紧，再来，我再把刚刚这个2个地方，这2个只是样式，再把它线也取代掉。我再把它取代成实体，我再把它颜色偏重一点点。来看，来，我们先没有看其他的东西我们就看这件事情。当我把这件事情摆成这个状态，然后我来开一张图纸开一张简单的图纸。这张图纸我们先没有做，我们先把这张图抓进来。好，这张图我们先把比例调低一点点。它已经在这边了哈，那我们将它的这个范围框打开一下，缩到只要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好，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3D 开关插座嘛，我们就是知道它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东西重点不是要讲它是什么，我们想要做数量计算嘛，所以开关插座明显在这边嘛，抓进来，抓进来。
目前为止就这2个东西它是有被分开的。那再来，我们再去看，我们要给它图嘛，对不对？一样哦，图在这边，我们一样复制一个图。我们讲刚刚不是有输入过这个内容了吗？一样啊，你就把这个抓出来，将这边讲到数量计算的开关插座，就这样就好。然后你把它的基本的底图把它给关掉。接下来这个最有趣的地方哦，我们不是要跟各位讲这个东西有多么困难，接下来最有趣的地方在这里，就是我们准备要干什么？我们让它标签自动跳出来。这个地方有个标签哦，全部加上标签，这个是我们只需要选择一个标签，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我们要的这个标签。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有载入个标签了，就这一个。好，我们先给它做垂直，你先给它按套用。各位注意看到没有？是一次全部出来，我把比例放大一点点。我们先到这边来排版给大家看一下，感觉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张图排版的逻辑。这边把它拉进来，整理等下缩小一点点。所以你看哦，这边我就来这边直接做给大家看，我们不要从那边去，这边我直接切，将我刚刚说的这个标注的这个品类直接全部加上，然后给它个引线，我要垂直，引线我多一点点，直接按套用，来，各位瞬间出现，好，各位瞬间出现，你可以再拉动一下，随你怎么弄哦。也就是说，你今天所出现的这个内容，它都是直接帮你叫出来了。我们不是要谈自动化这个事，我们要谈的是，老实说，这个没有什么自动化，这就是你本来就已经帮它准备好了，它才叫得出来的。你如果没把它准备好，它是叫不出来的。你所看到的这张图跟这个 3D 跟这个计算的模式，其实是相对清楚一些的。你给他这张图，他会知道你有意识要跟他沟通。那我们回到刚刚的明细表这边来看，这个地方呢，我一旦筛选，你看我先把描述去掉哈，你会看到其实东西都会被叫出来了。好，那如果我今天有写的话，它才会出现。我们是透过筛选的方式去把它给限定掉的。来，回到刚刚这个地方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也就是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改变的东西它其实是联动的，它联动的。那我们再把一些东西筛选一下，譬如说我将左边这个，你等一下看一下左上方这一段哦，故意将几个东西拿掉，你看会发生什么事哈？有看到上面这边变少了，再来，我再把它减少，再来，有没有？那图都是联动的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你有特别的去处理这个细节，你有将它做很多变动，老实说，你上面的这个东西，严格来讲都应该会联动才对。来看一下一样把数量成本往下降哈。再来看，有看到这边出现的一些，有没有？那这个内容，那有些店家没有写的，就像这个没有写的，它其实是我们当时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的认知是不同的，它可以联动去改。来，所以你看，在描述或类型备注都有分类嘛。我今天如果要去叫 Risna 的，我只需要在这边，在筛选这边的这个类型备注，有包含了这个叫做 RISNA 的这个内容，它就会出现这个状态。而这边还没有做筛选嘛，所以这个内容呢，我去将它的这个排序呢总计打开，将这个数量呢选择加总，当然确认一下，然后再将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列举把它关掉，马上引用了几颗110伏特的这个插座，就全部算得出来了。来哦，我故意的去做这个动作，那我们成本，比如说这一颗是850好了，850，来，我们继续帮它做加总的动作，好不好？来，在这个地方成本这边帮它做总数计算，直接帮你出现这个答案。来，回到刚刚这个地方来，我们右边这个 Risna 拿掉，我们直接做我们刚刚给的这个，好不好？来，你看这边成本马上有。那我们再看一下主柜体这个好不好？柜体这个也是蛮值得我们去看的哦。那这边一样，我们就复制一个，要知道你这个柜体它的命名被分类到什么地方，你才能知道它这边的族群的名称在哪里，要不然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啊。那你看到我改变这个一下，当我把这个面板的这个里面，就是我这个柜体，当我在改变设计的时候，假设它变大了，注意看到没有？这个柜体变大了，这边的台词变多了，它的价格变多了。我们这种
这个设的尺寸上面这个事情，它是联动的，而它不是说我今天只是在改变东西，重点是我知道我改变在哪里，我知道是客厅的收纳柜这个变动了。我今天这个地方，如果说我原来是从高柜换成矮柜呢，变矮柜之后，注意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就我变矮柜之后，我有没有哪些东西要小心处理的？来哦，我再放大收敛一下，因为它原来弄到的是这块板，我们刚刚切到的是比较高的位置，那这块板缩下来到我要的位置。好，它变矮柜了，这真的变矮柜了。然后我们的内容设计也跟着修正了。来处理看一下，它的矮柜对不对？那我们就要知道矮柜它的单价不是8500嘛，矮柜单价只要4500就够了嘛。输入改变一下，来看一下右边，单价不一样，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去直接协助你去改变你的设计，优化你的设计的流程。那来看一下像灯具这个事情，灯具这个事情其实比它更单纯一些，但灯具的图怎么办？看一下这边，灯具图在这里嘛，这边有一些灯具，所以一样的，我们在帮它做一个简单的命布这张图说，我们就讲它是数量天花板。我们在数天花板的数量嘛，那我们给它范围框打开一下。我先跟各位说今天是比较 focus 在数量计算跟这个面积估价上面，所以我们才做这个动作。那你看这个状态，一样，我们开一个图纸，我们先将这个抓出来，太大，我们把它缩小一些些。好，那这个可能大一点比较好。老实说，在这种图说上需要算数量，你不给它大，它很难看得懂的。好，那再回来到我们刚刚的，这是平面图嘛？那我们看一下，刚刚有个灯具明细表，表到这边哈，我们看到这里。其实你看一样的状态，如果你今天有要让它直接叫出东西来的话，它这里面的这个标签就能够去讲它是什么材料。那当然一样的道理，你也可以用品类标签把这个东西叫出来。灯具标签就叫一下就好了。我们其实也是一个灯具标签，找一下灯具标签，哪里？这个标签就叫出来了。各位再回馈一下啊，注意看它所叫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什么类型的备注。所以这个名称你写什么就出现什么假设譬如说我今天我不要写这个，我不要写 OD， 我按这样子按确定。注意看，它就出现这样的内容。命名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看当我就把这个灯换成别的灯的时候，我看到名字能写错吗？不能写错也就是说你换什么灯有关系。来，再来，我再做一个大家看一次。这个东西现在从 6.5， 我这个是一个 6.5 公分的嘛，那我复制一个，我把它变成是一样 6.5， 但是我说它是一个感应灯。好，那这边我们就讲这边多一个感应。那在这里面，这边这个感应，然后我们这个是65嘛，6.5。一旦我这样做之后，看到没有，这就变了。而且这个时间点不是它变了，而是当这个东西是感应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把它换成一般的。我如果把它变成是不同的感应灯要贵一点嘛，对不对？成本高一点好不好？成本高一点，成本这边写上可能是950好了。来看一下这边，当我这样做之后，这边看它出现变化了嘛？因为什么？因为它的灯的列举有点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把列举先打开。筛选的部分呢，我们就要透过它的族群去分类一下，包含什么东西那先开始不用，看到它其实这么多人，感应灯呢就出现在这边，所以我们透过类型去分类，透过类型去排序，然后排序完之后不要详细列举，就可以出现，你看感应灯在这边，
而且它的成本高一些些。好，回到刚刚那张图。好，我想这个不是很难哈，可是应该或多或少可以让大家厘清一个事情，就是老实说，你所建的模，你所画的图，有最大的关系都是来自于你怎么去估价，怎么去跟客户报价，而且它帮助你做了什么事情。这边是我们的室内设计估价班的一个专属课程的内容，你可以看到这边它拥有的所有的面积、面材、数量、材数估价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告诉他怎么样查询填表，怎么分类、输出表格。那这个课程呢，它其实还有分2班，它这个班是有2个内容的。第一个是它先有个观念，这观念会清楚的跟大家讲，这观念要怎么处理，然后这个观念呢有哪些东西是你们要去念，而且会给你个样板，然后过来这边会有个估价班。这估价班呢会把所有的东西，你们刚看到的那个样板直接送给你们。重点是这个样板呢，它里面是有算式的，也就是说你不用再自己输入算式了，这算式都在里头，里面都有算式，然后你可以直接拿来套用在你的模型上面，也就是说你根本就可以拿这个当开头，就直接成为你的某个样板去开始进行，而且我们还送你的 Excel， 送你 Excel 可以去用，对应过来，我们把 Excel 送给大家，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联动，然后怎么进出处理这个所有的细节。那每一堂课都还有处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字幕，也可以帮助你们去理解怎么样去发展。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规划跟变动。你们购买了之后，这个里面的样板是真的可以载下来的，我再给大家看，就是你这边可以直接下载，也有 Excel 档，你看到这边就有可以载下来这个档，然后你看到这边，你载下来之后呢，你看这里面就有这个 Excel 档，你可以去联动，知道一些基本的架构，然后刚刚说的这个样板呢，就可以直接开启。这边里面的栏位，里面的这些特别的这个参数都已经写好了，所以这个参数都写好了，你就不用再自己打了，我们都帮你弄好了。然后里面的这种高光边的变动啊，东西都写好了，你不用再自己写，你只需要知道怎么弄，你就可以马上拿来用了。这些栏位的里面的这个快速啊，什么弄啊，都弄好了，所以不用花很多时间在处理，会简单。如果你的东西都已经整理好了，我都是一个单纯的族群类型，然后类型再叫出来台词、成本，特别是描述跟数量。好，我只是举例哈。你看我一开啥都有。好，谢谢大家，下次见。